詹姆斯·韦伯望远镜，这位宇宙的新锐观察者，虽然才开始揭开宇宙神秘的面纱不久，却已经带给我们超乎想象的奥秘和令人屏息的美丽。作为有史以来送入深空的最大望远镜，它的使命是揭示宇宙诞生初期的奥秘，一场宇宙级的要有光的壮举。最近，韦伯望远镜在冥王星上捕捉了一个可能重塑我们对天文学理解的重大发现。冥王星，这颗曾经被誉为太阳系第9颗行星的天体，在2006年被国际天文联合会降级为矮行星，其表面的最新观测结果却揭示了一个让科学家们困惑不已的奇异现象，这激发了他们揭开这个天体之谜的渴望。那么，在最近的冥王星任务中，韦伯望远镜究竟捕捉到了什么？我们是不是正处于揭开一个宇宙大秘密的边缘呢？让我们来一探究竟。韦伯望远镜捕捉到的讯号暗示了冥王星上一个未被揭露的灾难性事件，这个事件对冥王星的地质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透过其强大的红外线能力，韦伯望远镜捕捉到了冥王星表面不寻常的热量激增，这种能力使得它能够进行精确的温度测量。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一个巨大的实体，可能是彗星或小行星，引发了强烈的碰撞，释放了冲击波，给冥王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哈勃望远镜的时代已经过去，而韦伯望远镜被誉为最先进的空间望远镜，旨在彻底革新我们对宇宙起源的理解。它的目标不仅是超越哈勃空间望远镜，更要在各方面都带来更大的惊喜。从韦伯望远镜的构思到首次亮相，展现了科学家的创造力和决心。这个奇迹在1990年代中期首次被展示，面对技术挑战和预算限制，计划的成功依靠了国际合作，展现了科学界的决心和资源。2021年12月25日，一个阿利亚纳5号火箭成为了焦点，它将韦伯望远镜发射到了指定的轨道。现在，让我们将焦点转移到冥王星。尽管冥王星与太阳的距离大约是59亿公里，或36.7亿英里，在宇宙尺度上算是近的，但这样的遥远距离还是给直接观察带来了挑战。然而，韦伯望远镜的独特能力使得它能够揭示被不透明尘云遮蔽，用普通方法看不见的宇宙历程。与传统的可见光天文台如哈勃空间望远镜不同，韦伯望远镜专注于红外光谱，这是它的一大特色。它的感测器经过精密调校，能够侦测到由天体发射的红外线辐射。这种独特的能力让它能够揭示那些被不透明尘云遮蔽，用普通方法看不见的宇宙历程。韦伯望远镜的设计核心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镜，跨度达到 6.5 公尺 21.3 英尺，比哈勃的主镜大了7倍多。这种增强让韦伯望远镜能够捕捉到更多的光线，实现了其研究中前所未有的分辨率。这种增强的光线收集能力使得对昏暗和遥远的天体进行研究成为可能，这些天体以前是传统望远镜所无法触及的。在详细讨论韦伯望远镜在冥王星上的发现之前，让我们先见证一下它在宇宙中的其他发现。在其首次运行中，韦伯望远镜将其镜头对准了位于离地球40光年远的系外行星 VHS 1256b 上的一场动荡的尘暴。这不是在干旱沙漠里的典型沙尘暴，而是一场由硅酸盐构成的岩石雾尘风暴。VHS 1256b 通常被称为超级木星，它与我们太阳系的气态巨行星有相似之处，但以估计质量为木星的12到18倍显著更大，绕一对星星以接近冥王星与太阳距离4倍的轨道运行。根据爱丁堡大学和爱丁堡皇家天文台的 Beth Biller 教授的说法， VHS 1256b 的温度类似于燃烧蜡烛的火焰，它被识别为一个炎热而年轻的天体。风暴中的尘粒非常细小，类似于由硅酸盐材料制成的烟粒。这些发现表明大气中存在多层硅酸盐颗粒，上层是较小的颗粒，
更深层可能是较大的颗粒。韦伯望远镜的增强能力使得揭示 VHS-1256b 上的这场尘暴成为可能。望远镜仔细检查了由这颗系外行星发出的光，将其组成颜色分离出来，揭示了其大气的组成，使用了其中的红外线仪器 MIRI 和近红外光谱仪 NIRSpec。韦伯望远镜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探讨大爆炸后不久出现的先锋星系，但它的尖端工具，尤其是 MIRI 和 NIRSpec， 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深入研究系外行星。科学家旨在解开这些遥远世界的秘密，研究它们的大气，以获得有关组成、气候和潜在宜居性的见解。韦伯望远镜的观测成果不仅让我们对遥远的系外行星有了迷人的探测，也为我们探索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开启了新的篇章。在 VHS-1256b 的大气中，我们探测到了一氧化碳和甲烷的存在，这暗示着一个炽热且动荡的环境，物质从其深处喷涌而出，为后续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引人入胜的道路。韦伯望远镜的近红外线相机和中红外线仪器所传递的讯息，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引人入胜的画面。W2124 周围环绕着一个块状结构，这种新发现的清晰度让天文学家们能够深入探讨尘埃的产生，检查尘埃颗粒的大小和数量，以及探索类似狼瑞星的尘埃如何为银河系的整体尘埃内容做出贡献。理解这些过程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尘埃在形成新的恒星和行星中扮演关键角色。韦伯望远镜的红外线视觉证明了它的价值，它能够穿透密集的尘埃和气体云团，揭示被遮蔽的恒星形成区域。它为一度隐藏在视野之外的恒星诞生过程提供了深刻的洞见。这种提高的敏感度和细节不仅加深了我们对银河系中恒星形成的理解，也扩展了我们对宇宙各地星系中恒星形成的探索。韦伯望远镜的数据揭示了我们的太阳和太阳系形成的神秘起源，为我们提供了对天体诞生、惊人发现以及对二氧化硫热木星的寻找的见解。这些气态巨行星紧贴其宿主星，因其强大的讯号发射成为最容易研究的系外行星。早期对像 WASP-39b 这样的巨型行星的发现，位于700光年之遥，得益于零星光谱学技术的运用。这项技术通过分析行星经过宿主星前的恒星光，使天文学家们能够通过光谱中独特的吸收线检测到其大气中的特定分子。望远镜的精确状态超出了预期，展示了 WASP-39b 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分子，这是研究人员的重大发现。阳光触发大气中的光化学反应，导致分子的形成。虽然用望远镜检测到二氧化硫是意料之外的，但它却证实了它能揭示系外行星大气中未知的化学过程。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对系外行星大气的研究仅限于热木星。如今，望远镜扩展了其能力，能够探测较小的类地行星，目前正在探索 TRAPPIST-1 系统的岩石行星，尽管面临着暗淡的红矮星带来的挑战。这个望远镜拓宽了我们对绕着太阳之外的恒星运行的系外行星这些天体的理解。随着望远镜继续深入探索系外行星，我们期待新的发现，丰富我们对它们的起源和演化的理解。研究行星大气中的气体混合物为天文学家提供了关于行星形成以及行星与它们宿主星之间距离的重要见解。甚至探究系外行星大气中的气体组成，也有可能发现生命的证据。是的，这是一种可能性，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揭示这些隐藏的真相。虽然 NASA 的新视野号探测器大约8年前访问了冥王星，但这次邂逅继续为我们提供持续的科学见解。回到2015年7月14日，新视野号为人类提供了冥王星的第一个视角，飞行高度仅7800英里，12500公里，以上其冰冷的广阔空间。任务团队正忙着解读飞掠期间收集到的大量数据，
近日在月球和行星科学会议上公布的成果，揭示了一系列持续不断的有趣发现。冥王星这颗神秘的星球，就像地球一样，曾经经历过一次翻天覆地的转变。它的地形令人叹为观止，而塑造了2019年1月1日遭遇的雪人形状天体阿洛克斯 （Arrokoth） 的成分更是令人好奇。科学家将冥王星的翻转与斯普特尼克平原的形成联系起来，这个跨度620英里（1000公里）的盆地构成了冥王星标志性核心区域的50%。斯普特尼克平原在重塑矮行星表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涉及氮气。利用新视野号在2015年飞掠期间发出的影像，研究人员持续努力追踪和分析冥王星的变化轨迹。在这次探索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平行的山脉和深谷，暗示着一个全球性的构造系统。从冥王星的北极向外延伸相似的距离，宽度超过186英里（300公里）。然而，关于冥王星过去方向变化的证据使得解释变得复杂，表明当前的地形布置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挑战。加州外星生命探寻研究所 SETI 的奥利弗·怀特 Oliver White 指出，这些特征最初可能存在于冥王星的赤道附近，并且由于行星翻转移动到了靠近极点的当前位置。怀特的团队还发现，冥王星地下水的作用在推动斯普特尼克平原发生变化中起到了作用，导致大部分矮行星的质量向其赤道移动。冥王星附近的甲烷储存不仅帮助科学家检查历史地形，还提供了对其较新特征的洞察。根据新视野号的数据，这艘太空船之前在冥王星赤道附近探测到了大量的甲烷储存，高度类似于地球的摩天大楼。科学家最近揭示了新的证据，表明这些匕首状的形成可能延伸到冥王星的远侧，超出了新视野号在2015年飞掠期间所捕捉到的。加州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伊尚·米甚拉 Isham Mishra 表示，揭示这些特性增强了我们对如何促进塑造像冥王星这样的矮行星和我们太阳系中其他冰冻世界的理解。米甚拉强调，这显示了行星外表不断变化的复杂本质，类似于在冥王星上看到的。他还指出，识别这些特征将提供洞见，帮助我们了解塑造像冥王星和其他冰冷行星这样的天体的力量。这些结构被称为冰锥，呈现出行星表面的复杂组成和地球上共有的多样性特征，由冰冻的水组成。在冥王星上，它们主要存在于最高点，高度可达数百米。在这样的高度上，甲烷在冥王星上进行着迷人的舞蹈，在寒冷的天气中冻结，并在温暖的时候回到气态。最近利用新视野号上的远程侦察成像仪进行的研究，深入探讨了从不同观察角度反射自冥王星表面的光如何变化。这项研究揭示了在冥王星远侧存在类似的甲烷吸收结构。米甚拉指出，这些表面比预期的要粗糙，像刀片一样的粗糙地形有望在冥王星上普遍存在。米甚拉强调了2019年1月1日与阿洛克斯的邂逅。新视野号经过了这个位于柯伊伯带的小天体，它看起来像一个有点扁的雪人，成为了宇宙飞船调查过的最遥远的对象，位于距离地球4亿英里 6.6 亿公里的地方。这一系列的发现不仅揭示了冥王星的神秘面纱，也为我们理解太阳系中其他冰冻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阿洛克斯这颗遥远的星辰，犹如宇宙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因其深邃的冻结状态而备受瞩目。它的诞生源自两个天体的温柔相拥，编织出一幅引人入胜的画卷。较大的部分被赋予了诗意的名字维努 Veno， 它宛如一块巨大的石板，被12块巨石簇拥着，宛如众星捧月。最新的探索发现，维努并非浑然一体，而是由太阳系边缘那些预先存在的岩石碎片拼凑而成。这一发现如同打开了通往神秘世界的大门，
为我们揭示了阿洛克斯这样的行星体如何在宇宙动力学的宏伟蓝图中聚集成型的奥秘。研究显示，如果这些岩石在融合过程中能够保持其独特形态，那么它们的移动速度将低于每秒1公尺。这意味着在合并的舞台上，这些岩石以极其缓慢的步伐舞动，而它们的身姿保持不变，宛如优雅的舞者。先前的探索曾提出，维努与另一个较小的天体相互作用，失去了部分物质，最终携手共舞，形成了现在的阿洛克斯。这些岩石大小、成分和颜色如同乐高积木般相似，为我们揭示了阿洛克斯诞生的关键线索。阿洛克斯的12块岩石，每一块都跨越了3英里（约5公里）的距离。考虑到维努的厚度仅为6英里（约10公里），天文学家们相信，这些岩石围绕其赤道紧密排列，构成了它的主体部分，一直延伸到新视野无法触及的远方。亚利桑那大学月球和行星实验室的博士生詹姆斯·基恩及其导师松山勇教授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冻结氮堆积的证据。这现象犹如一个旋转的玩具上粘着一块口香糖，引发了真正的记忆。基恩概述了改变行星自转方式的2种方法，一种是行星倾角的变化，导致自转轴相对于太阳系重新定位，另一种则是真正的极移，即行星在保持稳定的自转轴位置关系到其他天体的同时进行自转，有助于行星旋转，以最小化能量消耗。简而言之，行星倾向于调整它们的方向，将任何额外的质量拉进到赤道区域，而质量亏损则被放置在更接近极地的地方。理解冥王星的极移需要我们辨识它的独特特性。与地球轻微倾斜，偏好在赤道接收最大阳光不同，冥王星更像是倾斜的旋转玩具，这导致该行星的极地接收最多的阳光，而选择哪个选项取决于季节。由于冥王星与太阳的距离极为遥远，大约是我们位置的40倍远，绕其轴一周大约需要248地球年。这个由岩石和冰组成的小天体正是冥王星。在冥王星赤道的较低纬度地区，温度降至接近华氏-400度，导致氮气固化。在检查冥王星围绕太阳完整轨道的发现时，氮气和其他奇特气体在冥王星围绕太阳运行时，在永久阴影趋于凝结。这些冻结的化合物随着温暖而融化，转换回气态并凝结，导致斯普特尼克平原上的季节性降雪。这奇妙的景象让我们对冥王星的极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让我们对宇宙的奥秘充满了好奇与敬畏。随着冥王星绕着太阳旋转的轨迹，研究人员发现其核心区域逐渐累积了少量的氮气。当这些冰层厚大约100公尺时，核心区域开始积聚微量的氮，对行星的结构产生深远影响，改变其运动轨迹。这现象旁符地球上质量过剩向赤道转移的情景。冥王星虽经历了类似的效应，但这个过程却跨越了数千年。由此，整个行星逐渐发生了位移。在某种程度上，冥王星展现了矮行星的特征，其天气直接塑造了它的形态和在宇宙中的位置。在新视野号探测期间，研究人员将观测结果与计算机生成的模拟相结合。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操控如斯普特尼克平原等冥王星表面的特征，将其重新定位到行星的不同区域，并深入研究其对旋转轴变化的影响。模拟中预测的斯普特尼克平原的实际位置与预期的地理坐标紧密吻合。如果斯普特尼克平原作为一个显著的正质量异常，可能由氮冰的堆积造成，发生位移，那么它自然会向冥王星和它最大的卫星卡戎之间的潮汐轴移动。这种移动，正如基恩和松山勇所解释的，是为了达到最低能量状态的目标。简而言之，大量的冰积累将定位在一个使冥王星自转轴最小不平衡的位置，暗示着过去可能存在的海洋。在地球的月球和火星上，
科学家观察到了极异的现象，但那是在数十亿年前发生的。现在研究认为，类似的过程正在冥王星上进行。研究强调，冥王星整个地质学，包括冰川、山脉和谷地，与挥发性过程之间有明显的关联。与太阳系中的大多数天体不同，冥王星有着独特的特征。模拟和计算表明，随着冥王星中心区域内挥发性物质的积累，表面会出现裂缝和断裂，这与新视野号观测到的区域精确匹配。据基恩所言，冥王星的地质特征表明，过去的地下海洋与冻结冰块导致行星规模扩张，这种扩张导致类似于现代断层的地表扰动。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弗朗西斯·尼莫教授及其同事支持这一假设，并与论文作者一起重新评估了冥王星的外观。然而，为了使它们的模型发挥作用，冥王星上必须存在地下海洋。这两项研究都强调了冥王星上所目睹的意想不到的活动水准。在新视野号之前，人们大多将挥发物与稀疏的双层联系起来，认为它们只是可能改变色调或影响附近地质特征的外部因素。然而，任务结果表明，挥发物在塑造冥王星地形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没有人能预见挥发物的运动和移动的冰可能对行星的动力学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项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冥王星这个遥远世界的神秘面纱，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行星演化和动力学的宝贵资讯。